跟撤！怎么回事？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是。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什么？你要走？是啊。 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云队长，林娜说的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云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呀！ 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是啊，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哎，魏抽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到。嗯。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子，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对付，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起什么哄啊？犒劳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回去，回去。怎么样，老侯家？到家了，亲切吗？一别10年，终于打回来了。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嘘，看到了吗？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头多，越向纵深越少。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1个团的建制。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好。 叶洪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盗书？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盗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啊。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 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是。
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机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哼，越说越夸张了。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那太好了。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是啊，东北沦陷，晋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就是。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琳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啊？银声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呀！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10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交，兵要占至最后一人。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交，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呀，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呐，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呀，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暧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新意，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独夫民贼。琳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
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好了，琳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2位团长。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洪开呀，你还好吧？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筹经常有意无意地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啊，他真的是特务啊？冯伟筹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卫区司令陈长捷，其次就是监视我们。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哦，有这样的事情？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我没有啊，我只是……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哦，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琳娜崇拜他也很正常。呀，冯伟筹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琳娜了。是啊，我明白。琳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参谋长，传达叶4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2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王顶堤，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当然是真的。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要武能武，要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301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结果怎么样？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这是他的联系方式。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是啊。首长，收报时间到了。好，走。好。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哎呀，哎呀，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呦，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呀！哎呦！这是酒吧？这是啊！这是什么东西？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不要以为住进叶洪开家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明白。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队长，电报怎么说？你能等我看完吗？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好，你内行，你快看吧。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好，行，那你接着说。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洪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哎，怎么了？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有这么玄乎吗？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哎呀，高兴早了。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好，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好，太好了。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开戏园子？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哎，到了您了，这就是北马路。不用找了。谢谢大哥。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嗨，您不是天津人吧？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谁还敢来？跑都来不及，你还回来？没辙啊，这不是有事儿要办吗？哎，我跟你说啊，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你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这路给这老百姓都给轰走了。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你妈哪儿说理去？好，多谢兄弟。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干什么呢？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哦，是是，啊。
先生，你找谁？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朱宗的价钱可贵了。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是我。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蔡书记在吗？在正房等你呢。来这边。请。叶营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今天上午刚到。快请坐。叶营长是哪里人呢？我就是天津人。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10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叶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叶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4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捷本人手里；另外2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叶洪开没有吗？叶洪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10倍，甚至成100倍的增加。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好，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居于青帮之中，与杂布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时，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哦，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辈流氓，当时是杂布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布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
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这方面我训练有素。这是什么意思啊？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什么奇招？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好。林娜，嘿，美琪，是你啊！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是不是在想冯文朗？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儿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儿吧？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为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地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让他去死。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你真想知道？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哎呦，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丰城说起。你一定要注意。对了，回来了。二勇，到门口守着点。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洪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据蔡书记说，这2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捷外，
另外2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你看看，这说的挺热闹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谁打退堂鼓了？你呀。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我有那么落后吗？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打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告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洪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2份文件，要从谁下手？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